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台湾要不要发展核能？如果用核电产生的核废料又该放哪里？这不仅是能源选择的技术问题，更牵动着环境、安全和世代责任的深层讨论。支持者认为核能发电稳定又减碳，是解决能源危机的利器；反对者则担心核灾风险和核废料无解，视其为留给子孙的毒产业。究竟核能是救世主还是定时炸弹？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拉锯数十年的核电之争。一开始，我们不妨从一幅场景想象起：炎炎夏日，台湾用电量飙高，突然间局部地区陷入黑暗，发生了大停电，人们大汗淋漓，心中冒出一个疑问：如果我们还有核电厂运转，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缺电？但镜头转到南台湾恒春半岛的海边，此刻那里矗立着已经封闭的核三厂厂区，反应炉虽然停机不再发电，可厂内上千束用过的燃料棒依然静静躺在水池和储存槽中，日夜散发余热与辐射，仿佛无声地提醒着我们：核能发电虽已停止，核废料却远未真正离场。如果就这样弃核，我们的电力缺口要怎么补？如果继续用核，那些难伺候的核废料又该何去何从？故事就在这两难中展开。让我们把时间轴往回转动。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用电需求猛增，又逢国际石油危机。为了确保能源供应，政府决定引进先进的核能发电技术。自此，台湾开始了核能发电元年。台湾电力公司陆续在北部的新北市海岸和南部的屏东恒春建造了3座核电厂。第一座核一厂位于新北市石门海边的峡湾中，1978年底并联发电。核二厂在新北万里的野柳附近，1981年底正式商转。核三厂坐落于屏东满丰海岸，靠近垦丁国家公园，1984年夏天开始运转。当时核电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3座核电厂在20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供应了全台将近20%以上的电力，稳定又便宜，支撑着台湾的工业化与民生发展。对许多人而言，那时的核能如同掌握了来自未来的能量，安安静静就能发出庞大电力，仿佛一头温顺而强大的牛，默默耕耘着经济田地。然而，就在核电带来荣景的同时，也埋下了几颗未爆的种子。第一颗种子是核废料。核电厂运转会产生2类核废，一种是高阶核废料，也就是用过的核燃料棒，蕴含长寿期的强烈辐射；另一种是低阶核废料，像是反应炉运转时沾染辐射的防护衣、手套、工具、建材碎片等等，辐射强度较低，但数量庞大。核废料该怎么处置？当年并没有明确的长远方案，于是一个看似权宜的决定出现了，把一些核废料送到偏远的小岛去。这个选择日后演变成一颗埋在社会信任土壤中的雷。这小岛就是兰屿。1982年起，台电在兰屿岛上建立了兰屿低放射性废弃物贮存场，专门存放全台核电厂送来的低阶核废料铁桶。在当时资讯不透明的年代，外界知之甚少，连当地的达悟族居民起初都被告知那只是储存鱼罐头的工厂。但随着时间推移，真相浮出梯梯，原来源源不绝运来的是带有辐射的核废料，这让兰屿居民感到被欺骗和背叛。他们发现自己美丽的家园变成了别人核垃圾的后院，而且官方并未事先征得他们同意。自那时起，兰屿人心中埋下一道长长的阴影，外人带来的核废铁桶一排排堆进岛上的坑道壕沟，仿佛把永无止境的风险留在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土地上。直到1990年代，核废外运兰屿的内情在媒体披露后，环保人士与原住民群起抗议，要求迁出台湾加诸在兰屿的核废负担。可以说，兰屿核废料之痛成了台湾反核意识的最初火种之一。同一时期，另一颗隐忧的种子也悄然埋下：国际核灾难的冲击。1979年，美国发生了三里岛核电厂事故。1986年前，苏联的车诺比核电厂更发生史上最严重的核灾之一，放射性尘埃飘散整个欧洲。这2起事件震惊全球，让各国开始重新审视核电的安全。对远在亚洲的台湾民众而言，核灾最初或许只是新闻画面上的别国悲剧，但他们在潜意识里种下了对核电的恐惧。
万一哪天类似灾难降临在台湾呢？我们真的能应付吗？毕竟辐射看不见摸不着，但杀伤力却足以殃及世世代代。进入90年代，台湾社会民主意识兴起，环保运动蓬勃，核电争议开始搬上台面。其中最焦点的就是第4核能发电厂的兴建之争。核4厂选址在新北贡寮海边，从1990年代初开始规划施工。然而核4几乎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支持者认为多一座核电厂才能满足未来用电并降低发电成本，反对者则质疑其安全设计、工程品质和核废去处，认为一座还没完工就过时的危险产物没必要存在。再加上兰屿核废事件造成的不信任，许多民众和地方居民对核4心存疑惧。2000年台湾首度政党轮替，上台的新政府一度宣布停建核4，引发支持核电者的强烈反弹，甚至造成朝野政治风暴。最后在朝野协商下，核4停工几个月后又复工，工程拉拉扯扯，耗费10多年，终于在2014年左右接近完工。然而2011年发生的日本福岛核灾成了压垮核4的最后一根稻草。福岛事故显示出，即使先进如日本，在极端天灾下，核电厂也可能失控，辐射外泄导致大片区域沦为禁区。台湾人对此震撼不已，因为我们和日本一样位处地震带，核电厂也临海而建。福岛之后，台湾的反核声浪高涨到前所未见的程度，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举办废核游行，高喊我们不要核灾，下一个就发生在台湾。在这压力下，执政当局宣布核4厂封存不启用，也就是说，这座斥资数千亿元兴建的核电厂在尚未发1度电的情况下被冻结了。后来核4的燃料棒甚至运回美国保存，厂房则封闭空转，被戏称为世界最贵的仓库或核废展示馆。核4风波让台湾社会对核电的质疑达到高峰，也让非核家园成为政治主流承诺。2016年新政府上台，更将电业法修法入列，明定2025年之前台湾核电全部退出，迈向无核家园。这项政策确立之后，核1、核2、核3座老电厂便按照40年寿期陆续走向除役停机的时程表。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核4停了，核1、2、3准备除役，难道从此风平浪静？并不然，困扰我们的2大难题依然存在：电从哪里来，以及废料往哪儿去。这2道难题如同2座巨山，竖立在非核家园道路的两侧，迫使我们不得不小心权衡。首先看电力供应问题，核电占比一度达到全台约20%以上，如今逐步归零，这块发电缺口要由什么来补？政府的答案是再生能源加天然气。官方在推动非核政策的同时，定下了2025年的电力结构目标，再生能源发电提高到2%左右，天然气发电约5%，燃煤降到3%以下，核能则为0，也就是所谓2025能源转型配比50年30月20日的蓝图。为此，近年来政府投入大力发展太阳能光电和离岸风电。你或许注意到，农田上架起一排排太阳能板，海岸外竖立着巨大风机，这些都是为了替代核能而来的新电源。短短几年内，台湾太阳能装置容量成长数倍，在中南部处处可见闪耀日光的板阵，离岸风场也从无到有，在苗栗、彰化外海开始发电。按理想进度推演，如果再生能源顺利扩张，核电退场后的空缺确实有机会被绿能接手。然而现实很骨感，尽管绿能发展迅速，但2025年达标2%发电比例仍具挑战。截至最近几年，绿能发电量占比还不到1%上下。其中一个原因是天候间歇性，阳光、风力都有强弱时刻，并非持续稳定提供。例如夏天正午太阳能很充足，但傍晚用电尖峰时太阳已下山，绿电供给反而降低。要平衡这种不稳定，需要大量的储能设备或备用电源调度，这在台湾刚起步。另外，用地问题也是掣肘之一。台湾幅员不大，人口密集，找地铺设大规模太阳能厂或风机并不容易，常常碰上环保、生态或地方民意的争议。举例而言，
有些农渔民担心太阳光电占地影响生计，离岸风电也遇到渔业权协调问题，这些都导致再生能源扩张未能一蹴而就。于是，在核能尚未完全退出时，我们已经感受到电力调度的压力。2017年8月，815全台大停电，让上百万户瞬间断电。肇因是一座大型天然气电厂的人为疏失跳机。当时核1、核2部分机组其实仍在运转，但因整体备转容量偏低，一部发电机组闪失就引发连锁断电。这起事件警示着，当电力备用不充裕时，系统韧性很脆弱。缺电一词开始见诸报端，成为社会谈论焦点。之后几年，2021、2022年，台湾又陆续出现局部大停电事故，有时是电网事故，有时是机组故障。每逢此刻，挺核者总质疑，如果核电厂还有在发电，情况会不会好一点？事实上，在核1、核2关闭后，台湾的整体发电备用率确实一度降到较危险的水位。虽然目前通过增购燃气机组、新设临时发电机等方式略有改善，但一到夏季尖峰用电，电力调度人员仍绷紧神经。当然，反核人士有不同看法，他们指出，几次停电影响范围大的事故都和核电退不退无直接关联，反而是电网管理和燃气供应问题。2017年的大停电是天然气压站误触开关导致，2022年某次全局性分区停电则是超高压变电站故障所引发。这些跟核电有无运转并无因果。更重要的是，他们强调，如果追求能源永续，就应该尽快摆脱对高碳化石燃料的依赖。但核能并非唯一选项，因为核废料和核灾难一旦发生，代价太大。他们主张透过改善电网、推动智慧电表、加强需求管理等措施，搭配储能技术提升，足以在未来完全用绿色能源满足台湾需求，而这才是真正长久无忧之道。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下。电力供需之变，其实背后往往牵出的是对另一问题的态度。我们愿意承受哪一种风险？是偶尔停电的不便，还是小概率核灾却可能毁灭性的后果？不同立场的人给出的答案截然不同。谈到风险，就必须面对核电最让人担忧的一面——核安全。虽说全球数百座反应炉大部分时候运转安然无事，但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而台湾本身又处在地质条件不甚友善的环境，台湾岛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有台风、海啸威胁，下有隐伏、断层蠢动。可以说，天然灾害对核电厂是个严苛的考验。以核3厂为例，它距离恒春断层仅仅约900公尺，等于盖在地震带的门口。兴建时当然有考虑抗震设计，但当年的设计基准是能抗 0.4G 的地动加速度，大致相当于里氏规模7上下的地震强度。后来发现台湾地震评估值需要调高，于是在运行中对核3厂加强补强，把耐震标准提高到 0.72G。 然而最新的地质研究显示，该地区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高达 1.3G 的剧烈震动，也就是说，原本的核3厂离这新标准还差一大截。如果硬要让一座已服役40年的老核电机组去满足如此高规格的防震要求，几乎等于全面大换修，从反应炉结构到管线设备都要补强升级，其工程规模不亚于重盖一座新电厂，这需要巨额经费和时间，而且改造过程中还得确保燃料安全，非常复杂。除了地震，台湾的核电厂多靠海，而气候变迁让极端天气愈发频繁，未来更强，台风和海水上升会不会增加厂区淹水或系统破坏的风险？虽然设计时都有防范，如防波堤、防洪闸门等，但福岛核灾给人的教训就是永远有想不到的组合拳。福岛当年正是强震导致外电中断，紧接而来的大海啸又淹没了后备发电机，双重打击让核电厂失去冷却功能，引发炉心熔毁。台湾人很清楚自己并不比日本更幸运，如果东京电公司尚且措手不及，我们凭什么相信台电就万无一失？这种对巨大灾难的恐惧使许多人无法接受核电。零风险当然是不存在的，但在核能问题上，不少人心中的底线是，哪怕只有1/1000几率酿成不能回头的悲剧，都觉得不值得冒险。更何况台湾土地狭小，
一旦某地发生核事故，大范围疏散几乎无处可逃。这和其他幅员辽阔国家情形不同，是我们不得不慎之又慎的原因。另一方面，挺核者则强调核电技术经过几十年演进，安全措施早已大幅提升。例如，新一代反应炉设计强调被动安全，能在断电时自动冷却。电厂也不断演练紧急事故应变，增设行动电源车、防海啸墙等。他们还指出一组数据，火力发电每年因空污导致的健康损害和早死人数，远远高于核电历史上事故所造成的直接伤亡。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认为我们其实每天活在燃煤燃气排放的慢性风险中，却不自觉，反而对概率极低的核灾过度恐惧，这是一种认知偏误。他们也提到，台湾核电运转将近50年来，未曾发生过对外辐射伤害事件。几次大地震虽然造成机组自动停机或厂房小损伤，但并没有辐射外泄，显示我们的核安维持得还不错。因此，在挺核人士眼中，核电风险可控可管，而非某些想象中的洪水猛兽。究竟谁说的对？事实上，核电风险并非全有或全无，而是伴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工程领域有个概念叫浴缸曲线，设备刚开始运转时，因磨合不良或设计瑕疵，故障率偏高，进入稳定期后，故障率降低，保持平稳，但到了寿命末期，老化磨损让事故率再次升高。核电厂也遵循这样的曲线，例如三里岛和车诺比2起灾难都发生在机组相对新的时候，而福岛核灾则发生于机组接近40年寿命，正在申请延役期间。台湾目前的核1、核2、核3各机组无一不是运行超过35年的高龄反应炉，早已步入寿命尾声的磨损期。有数据显示，核3厂自投运以来，已累计将近50件辐射安全事件通报。尽管大多是轻微可控，但也透露出机器老旧带来的小问题在增加。延长使用这些机组，势必要面对维修频繁与意外风险上升的挑战。正因如此，过去政府才设定40年寿期，到点除役，就是认为超过年限风险提高，不宜继续冒险。这也是反核团体强烈反对老旧核电延役重启的原因。与其强行让一把年纪的核电厂带病上阵，再投入巨资补缀，不如让它光荣退休，把资源转向更新颖、更安全的能源。再来回到核废料，这或许是核能议题中最令各方焦头烂额的部分。因为技术可以改良，基建可以更新，但核废料一旦产生，其辐射寿命却长达数万、数十万年，不是我们这几代人能等得起的。当初台湾决定使用核能时，多少带着先用再说的心态，把核废处置问题留待未来解决。时至今日，未来变成了现在，我们不得不直视这个被延宕许久的烫手山芋。那么，目前台湾的核废料都放哪里了呢？前面提到低阶核废料主要存放在兰屿，兰屿贮存厂从1982年启用，到1996年容量满载为止，累计接收了近10万桶低放射性废弃物。这些年来，兰屿贮存厂早已不再进新货，但那些装满核废的铁桶却一桶都没能运走，依旧静静躺在地底混凝土壕沟中。风吹日晒下，不少桶身出现锈蚀甚至变形。台电虽定期派员到岛上检查维护，更换损坏的桶体外包装，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当居民从过去抗议到现在，口号始终如一，核废料不要留在兰屿。政府也数度承诺要把核废迁出，可是迁到哪里？原能会在2012年依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场址设置条例，选出台东达人和金门乌丘2处作为候选最终处置场址。然而消息一出，当地居民群起反对，地方政府甚至拒绝举办法定所需的地方公投，结果可想而知，计划搁浅，址也选不成。10多年过去了，低阶核废料最终处置仍然遥遥无期。眼下这些低放核废除了兰屿之外，就只能暂存于核电厂区和桃园龙潭的核研所内的仓库中。而随着核电厂除役拆解，预计还会产生更多被污染的废弃物，一样要找地方放，令台电伤透脑筋。相比之下，更棘手的是高阶核废料，也就是用过的燃料棒。这些乏燃料的辐射和热量都极高，
刚泄出反应炉时，如果没有人为冷却，足以自体发热到融化。因此，国际标准程序是先将乏燃料沉浸在水池中冷却至少10年，待放射性热衰减一部分，再转移到空气中也能散热的干式贮存设施，然后等待最终处置。台湾的核电厂乏燃料一开始也都泡在各厂的燃料池里。问题是，这些燃料贮存池当初设计容量有限，本以为运转10-20年就应该把燃料移走处理，但现实却是燃料一束也没挪出厂区，一直累积到反应炉运转满40年，池子不够用了怎么办？台电只好采取高密度储存的对策，更换特殊设计的进间格储存架，让池子里可以塞进更多燃料棒，等于把储存格子加倍加密。以核一厂为例，原本2座燃料池设计容量各约1500束左右，但经过多次加密，硬是扩充到可存放3000多束甚至更多。核二厂的燃料池也是从设计的2500束扩容到4400束上下，可以说整个池子几乎塞无可塞，挤到极限。一些原本不该长期放燃料的装载池、反应炉穹顶下方都临时改装用来搁置燃料棒。这种景象就好像你家的冰箱本来只能摆20瓶饮料，现在硬挤进了40瓶，连冷冻库都塞满，只差门边再调几瓶。虽然暂时装下了，但也让人胆战心惊。燃料池超载带来2大隐患：安全风险和厨艺受阻。首先是安全问题，乏燃料在池水中需要不断冷却，密集存放使得单位体积内的衰变热更高。如果冷却系统一旦发生故障或地震损毁管路，池水可能慢慢蒸发。一旦水位降到燃料棒裸露，棒体温度就会急剧上升，甚至引燃包覆壳产生告水反应，释放出大量氢气和放射性物质。福岛核灾时反应炉厂房的氢爆不仅源自炉心熔毁，也有部分是乏燃料池水沸干后产生的结果。因此，把这么多燃料挤在一起，好比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出事可能祸及一篮。当然，台电强调他们有多重备源电源和冷却装置，池水也有一定深度的余裕，不至于轻易见底。但民间核安团体仍忧心忡忡，尤其核一、核二厂位于都会近郊，一旦燃料池发生严重事故，影响范围难以想象。冷静说，这确实是一个必须尽快处理的风险点，偏偏要处理却处理不了，卡在哪？卡在干式贮存设施迟迟无法上马。早在2000年代，台电就提出建造干式贮存厂的计划，希望将部分乏燃料从水池中移出，减轻压力。然而在核一、核二厂所在的新北市政府强烈关切下，干贮工程困难重重。核一厂第1期干贮厂已施工完成，采用户外露天储存钢混凝土容器的方式，但新北市认为当初设计与施工存在水土保持等安全疑虑，迟迟不发给使用许可执照。曾有一幕，行政院长亲自跑到北海岸和居民座谈，下令将后续干贮规划改为室内型，以降低风险，似乎是妥协的解方。然而室内贮存厂房从环评设计到完工需要多年时间，截至目前，核一、核二的室内干贮都还在纸上规划阶段，预计2028、2029年才可能启用。在此之前，台电只得再三游说，希望先启用已建好的室外干贮，把最迫切的燃料移出。不过地方政府态度强硬，先前因台电施工未完全符合图说，导致信任受损，再加上2017年北海岸暴雨曾引发核一厂庞山坡土石松动、电塔倾倒的事件，地方更坚持露天干贮有地震崩塌风险，不允许启用，要求改室内才行。双方僵持多年，结果就是核一、核二厂的乏燃料一束都没能移出水池。到了2021年7月，核二厂1号机因燃料池实在挤不下新泄出的燃料，不得不提前停机，成为全球第一个燃料池满出来。而提前除役的案例，核一厂也一样，2部机组早已停机除役，但炉心里仍有700多束燃料棒留置，原本停机就要取出的燃料愣是拔不出来，只能卡在那里，使得后续拆除反应炉等除役工程无法进行，除役时程被大大拖延，于是就出现了先前描述的怪状况。核电厂虽关了，人还是要继续留守，顾着那些拿不出的燃料，核电走入历史，核废料寸步难行。
这样的窘境，无论你反核拥核，都不得不承认确实发生在我们眼前。它凸显出台湾在核后端处理上的巨大落后，让我们把视野放宽到世界。高阶核废料的终极解法，其实各国都还在摸索中。目前公认较可行的是深层地质处置，寻找地质结构稳定的地点，把高放射性废料密封在特殊容器中，埋藏到地下300到上千公尺深处，任其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度过漫长岁月。这个概念听起来简单，实际推行却困难重重。要找到数十万年不会有地质变动的地点，要说服当地居民接受在脚下埋核废，要确保工程万无一失不渗漏，环环都是挑战。截至目前，全球只有芬兰在这条路上走得比较前面，他们的深地质处置厂已经建成，进入试运转阶段，预计成为全球第一座正式投入运作的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库。瑞典也核准了一座类似的处置库厂址，预计兴建。而其他使用核电的先进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等，要么处于选址困境，要么还在研究技术或找社会共识，距离真正完工启用都有遥远距离。换句话说，多数国家的高阶核废目前都还是暂存在厂区或集中贮存设施内，寄望未来几十年能找到办法。台湾在这方面因为核能规模不算大，早年选址立法工作倒没有欧美那般超前，直到2010年代中期，学者和立委才拟定几个法案草案，希望替高阶核废处置建立法律依据和专责单位，但这些核废3法草案最终都尘封立院，没有下文。主管部门经济部与台电曾投入一些预算做初步地质调查，但没有足够授权，也推不动地方。在法律、经费、社会沟通都缺位的情况下，高阶核废的最终处置在台湾几乎连起步都谈不上。许多人主张核废料问题不解决就不应该发展核电，这话乍听合理，但事情有点两难。我们已经发展了数十年核电，核废料问题却依然没解决。如今骑虎难下，若继续用核电，无疑会制造更多核废，加重未来负担。可即便不再新增一根燃料棒，现有累积的核废也摆在那里，需要我们负责到底。走向非核并不等于核废料自动消失，它只是不再增加新的，但旧账我们一样得还。只是往后若不靠核电发电，我们或许能把更多资源和心力转投入核废处理的收尾工程。反之，假使决定重启核电，势必要向社会端出更具体的核废料解决蓝图，否则民意恐怕难以买单。无论如何，核废料议题像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核能光纤背后的阴影，它逼着决策者和全民面对。我们有责任把这难题解到什么程度，再把地球交给子孙，是一走了之，还是尽最大努力寻找安全归宿？答案涉及的不仅是科技能力，还有伦理与勇气。在台湾，核电从来不只是纯粹的工程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一方担忧缺电与环境，另一方忧心风险与正义，彼此分歧透过民主机制不断较劲。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的几次公民投票和法律攻防。2018年底举行的公投中，有一案主张停止执行2025非核家园目标，也就是建议废除电业法中要求2025前除尽核电的条文。这项公投获得超过58%同意票通过，显示当时相当多民众对快速去核有所疑虑。然而，公投结果虽反映了民意意余，执政单位仍强调大方向不变，仅形式上废除了法条，实际政策仍持续推动能源转型。2021年，另一场全国性公投聚焦在重启核4厂议题，这回结果显示，多数投票者选择了不同意，也就是不支持让尘封的核4重新上线。公投结果出炉，4案皆未通过，政府视之为民意对非核方针的肯定。然而也有人指出，当次投票率不高，未必代表全民定见，只能说反核一方在动员上胜出。2023年至2024年间，立法机关出现了不同声音，朝野针对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进行修法攻防。最后通过的修正案放宽了核电机组的运转年限，上限至60年，并容许已除役机组经申请可再运转。
这听起来像是为未来延役或重启开了一扇门。例如核二厂2023年停机后，理论上还有机会重启；核三厂2025年除役后，也可能申请延寿到2045年。但行政部门同时强调了绝不轻率重启的三大前提：必须核能安全无虞，核废料有解决方案，社会达成共识，才会考虑任何重启延役。这三条件看似平凡，其实门槛极高。眼下台湾没有一项真正满足，核废处置遥遥无期，社会对核电仍然严重对立。至于安全，更是需视个别厂况专业评估。换句话说，尽管法律不再一刀切禁止延役，但要真让一座已退役的老核电厂起死回生，仍困难重重。2025年核三厂第二机一关掉，台湾正式迈入核电归零时代。然而谁都不敢拍胸脯说这就是终章，因为未来若能源转型不顺利，电力供需亮红灯，重启核电的主张势必卷土重来。像2025年8月就已规划针对核三厂延役重启与否举行公投，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事，但如今居然要全民来决定要不要让一座刚退役没多久的核电机组重新上阵。可见非核家园的政策虽已达成阶段性目标，但核能存废的争论远未结束，它已变成朝野攻防、民意拔河的一部分。只要能源情势有变，这一题就可能再次被拉上台面公断。把目光放到全球，我们会发现台湾面临的抉择其实也是许多国家的缩影。在福岛事故后，不少国家对核电进行了重新评估，有些国家转向更加坚定地拥抱核能，也有些则加速摆脱核能。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德国和日本。德国政府在2011年后决定逐步关闭境内所有核电厂，并于2023年正式完全废核，成为工业大国中少见的零核电国家。然而，德国的经验也引来争议。在迅速降低核能的同时，虽然它大力发展再生能源，但为了填补缺口，一度增加烧煤发电，导致碳排放降幅不如预期。德国民众也承受了电价上升的阵痛。在俄乌战争引发欧洲能源危机时，德国甚至一度启用已封存的燃煤电厂应急，让外界质疑其能源转型的代价。反观日本，原本在福岛后全数关停核电机组进行安全检查，可随着燃油进口激增、电价飞涨和减碳压力，日本又慢慢重启了部分经安全审查合格的反应炉。截至近期，日本已有超过10座核电机组恢复运转，官方甚至提出考虑开发新一代核反应炉，以确保能源自主与气候目标。也就是说，经过10年的挣扎，日本又重新把核能放回能源选项之一。另外，法国一直以来大约70%电力来自核能，是核电支柱国。他们正延长老旧机组寿期，并计划新建机组，以维持低碳电力优势。美国虽然许多老电厂面临经济挑战关闭，但也有政策和补贴来让部分核电继续营运，更投入资金研发 SMR、小型模组反应炉等创新核能技术，希望在未来能源版图占有一席。中国更是积极扩张核电装机，兴建速度全球最快，视核电为减煤的重要路径。反之，韩国历经政府更替，也在废核与扩核间摇摆。现任政府恢复核电建设计划，可见核能的取舍并无普世一致做法，而是因各国国情、民意、能源条件不同而异。台湾作为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岛国，在考量能源战略时，自然也不能不参考这些国际经验。支持核能者常举法国、南韩为榜样，认为台湾也可以安全使用核电并发展新技术。反对者则提醒我们别忘了德国、日本的教训。去核虽难，但长远看，再生能源才能真正自主永续。过度依赖核电，一旦出事将后悔莫及。这场辩论其实也反映出台湾人对未来的两种期待，究竟是勇敢拥抱高科技并承担相应风险，还是选择稳妥渐进地转向绿色能源，即便过程艰辛？答案没有对错，但现实逼着我们迟早要选边走。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要不要核能其实是个多层次、多维度的问题，它牵涉经济、环境、安全、伦理、科技等方方面面，很难用简单一句是或否来回答。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天平，一端摆着核能带来的利益，
稳定的电力供应、较低的运转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某种能源自主的可能。毕竟铀燃料体积小，易储存，相较煤气可储备较长天数，不易受国际变局影响。另一端则放着核能带来的代价，极低但存在的严重事故风险，令人头痛的核废料管理责任、电厂除役及环境复原的高昂成本，以及社会对核辐射的恐惧与不安。当我们决定要不要让核电留在台湾，其实就是在衡量这天平的两端哪边更重。困难在于，不同人对风险和利益的感受不同。有的人认为供电稳定、经济发展重于一切，停电一天都不能忍；有的人则觉得生命健康和环境安全是第一位，再便宜的电也不能以家园做赌注。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核能议题很难有共识，政府夹在中间，要顾及经济也要回应环保，很容易左右为难。过去几年台湾的政策选择是倾向非核，尽量发展其他电源来取代核电，但未来会不会因为情势变化而反转，没有人能打包票。毕竟如果哪天真的发生大规模缺电影响民生产业，或者国际减碳压力下达不到排放目标，社会舆论也可能出现新的声音。除了黑白分明的支持或反对，其实也有中间路线的思考。例如，有人提议维持有限的核能规模作为过渡，不再新建核电厂，但让现有可用的机组延寿10到20年，在这段期间加速建构再生能源和储能，到时再安全下线。这样既避免短期供电风险，又能确保最终还是非核家园。但反方质疑，延寿期间万一出事呢？核废处理还是得面对啊。另一些人则关注新技术，未来或许出现可以吃掉核废料的反应炉，或核融合作为终极能源解方。如果真成真，那现在坚持废核岂不是错过可能的转机？然而新技术从实验到商转至少也是数十年后的事，远水恐怕救不了近火。这些讨论都表明，核能问题没有单纯的技术答案，而涉及一系列时间尺度和风险容忍度的选择。核废料要放哪里？这个问题更像是一道良心考题。说到底，核废料最终不外乎留在自己土地上管理，或设法运往别处。台湾不可能幻想把核废永久送到国外就了事，这在国际规范和道义上都行不通。因此，多半情况下终究还是得在台湾境内找个地方长埋深藏。我们这代人享受了核电的好处，是否愿意承担处理遗留物的责任，还是想交给下一代再想办法？纵使想承担，目前找不到具体方案，也很令人挫折。或许长远看，得朝全民参与和专业信任两方向努力。一方面提高资讯透明度，让公众理解核废处置技术的细节与风险，用沟通降低邻避心态；另一方面，建立可信赖的独立机构，用几十年如一日的科学态度去寻找评估场址，研发安全屏障材料，并预留充足经费来实现最终处置。芬兰之所以能成为先行者，除了地广人稀、地质稳定等有利条件，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业者和地方居民长期沟通协调的结果，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互信。反观台湾，走到这一步前，恐怕还需要很长的社会磨合。我们总不能一边享用核电，一边要求核废料放别人家去，这样的态度无论在国内国外都说不通。无论核电未来续不续用，已有的核废料我们都责无旁贷要处置好。这其实是整个核能议题中跨世代正义的一环。我们替经济发展做了某种押注，那我们就得为这押注后产生的后果负责，不能都推给后代。只是在现实层面，如何负责仍是未解之题。但不管怎样，越早开始总比一直拖延好。也许最终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技术上的答案，更是愿意面对问题、承担责任的决心。讲了这么多，回到最初的问题，台湾要不要核能？核废料放哪里？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要不要核能问的是当下的能源路线选择，核废料放哪里则揭示了这选择背后漫长的后果处理。这两者不可切割地绑在一起。我们既要权衡眼前20-30年的能源供需，也要顾及未来几百上千年的环境安全。这样的视野跨度，对任何决策者和公民而言都殊为不易。我们习惯追求短期效益，但核能考验的是长期智慧。或许最明智的态度，
是以谦卑和科学理性来审视这个问题。谦卑，因为人类对自然和技术的掌控其实有限，无论是核灾还是气候变迁，都在提醒我们，人定未必能胜天，选择任何能源形式都该如履薄冰。理性，因为这个议题充满情绪和政治张力，需要我们撇开意识形态，仔细研究真凭实据，比如核电的经济性究竟如何，核废料处置成本隐含多少，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可否靠技术克服，各种数据都应充分讨论，而非道听途说。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情绪谩骂的怪圈，在事实基础上做出更佳决策。最后，无论台湾未来走向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能源转型没有零成本的选择。有句话说得好，你可以选择你要付出的代价，但你无法选择不付代价。继续使用核能，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长期管理核废料，承担微小的核灾风险，以及高龄电厂升级的庞大花费。放弃核能，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更大的再生能源和储能投资。短期内可能较高的电价与化石燃料排放，还有面对电力不足时的压力。在对比这些代价时，人们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会引导他们倾向不同选项。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只有权衡后相对适合台湾的道路，而这条路需要全体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才能走稳。展望未来，希望我们能以此次核能争议为契机，学会更负责任地看待能源议题。不管最终决定如何，对核电也好，绿电也罢，都应以追求最高的安全和效益为目标。而最困难的核废料问题，更是需要以超越政党轮替的长远眼光来面对。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子孙回顾这段历史时，会感谢我们哪怕在争论不休中仍尽力找出了妥协方案，没有让他们只剩烂摊子要收拾。也或许他们会疑惑我们为何在能源选择上浪费了宝贵时间内耗，但愿结果是前者。台湾要不要核能？这题我们现在还无法写下标准答案，因为历史的考卷仍在作答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选择核或不核，都没有万全的避风港。真正能保护我们的，只有对风险的清醒认知和对未来的责任心。当你我下次再打开灯时，不妨想想这背后的能源来处，然后思考我们愿意承担哪一种成本来驱动这盏光明。这或许才是这场辩论带给我们每个人的意义所在。